2025年的第一个潮词儿“中国间谍”，泼天的流量，赶紧抓住机会，全军出击。中国有句老话，夺人饭碗犹如杀人全家。其实就像火影中的无限阅读啊，一开始是如此的美妙，大家都身处美梦之中。等你从梦中惊醒，不对，也可能你压根就醒不来的时候，才是自由民主的究极画像。What fucking that？ 哎你大爷呀！你给我干哪儿来了？真是国内吗？我这是穿越了吗 ，baby？ 哎，不对呀，为什么我要说 baby？ 刚刚我都说了些啥？今天一大早起来，点开了小红书，发现，怎么都是这啊？一点开评论区都是这，难道我是穿越了吗？我私下看了一下，没错啊，这明明还是我家呀。于是赶紧来了一顿调查。I'm jealous of you? Yes, you are jealous of me. It's clear. Everybody says it. 结果总算写醒了呀。咋回事呢？同志们，且听我慢慢道来。原来事情的起因呀，是拜登政府的 TikTok 禁令。他要求 TikTok 要不从字节跳动中剥离出来，要不就面临着全面禁令。而这一法令将在2015年的1月19号即将生效，而紧接着隔天1月20号就是董王的就职日。这个时机无疑就是把戏剧性给拉满。遥想去年总统大选的时候，董王跟老登子为了选票，还都在 TikTok 抢着开号呢，忽悠年轻选民们投自己一票。可如今大选一结束，就那啥，事了拂衣去了呗。那些选民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让人给忽悠瘸了呀！人家反手一把把自己的饭碗连锅都给端了。本来美国政府的剧本是这么写的：如果 TikTok 没了以后呀，大家只能去 Facebook 跟其他的啥软件，对吧？怎料他千算万算 ，TikTok 的同志们那都是铁了心了，一个个跟梁山好汉似的，宁上梁山也不向强权低头。这不起义的同时，就有人发现了新大陆，发现了社会主义的好。没错，那就是东方龙国的小红书。所以大伙儿一股脑投入了社会主义的怀抱，宁当 TikTok 洋斗难民，也不跟强权政府们玩。真可谓大厦将倾西月寒，禁令破镜雪气翻。往事不堪回首言，春风拂过自由伤。洋斗难民心已决，小红书中自逍遥。地球一角风云变，携手共赴新天地。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今天咱们聊一聊不对，有个重要的事儿。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赛博网友们，大钊连夜准备了欢迎的稿子。Hello, my friend. Sorry, my English is very no good, so 只能用 China 话来和你们交流，请多担待。Dear 的外国友人们，欢迎来到老友记，这里是大钊的频道。就算你从地球的另一端而来，咱们也不需要拘一格。欢迎你们用开放友善的心态，尽情体验这片神奇国度的魅力。来到了中国，如果你想做个学术侠客，我们有四书五经；你想要探险一番，我们有绵延的丝绸之路，堪比唐僧取经；你想要带点笑话回家，那我们的评论区里可是有八仙过海，文人辈出，包你笑破肚皮。Thanks。话说新的文化碰到一起，必然会形成激烈的碰撞，从而产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不信的话大家现在去看看评论区。
现在流行的什么网友 P 图啊，起个中国名字呀，外国大妞唱山歌，真是成了中美网友煮酒论英雄的圣地。还有接下来的赛博对仗，那可更是火花四溅，精彩纷呈了。先说咱们这边那些受了美元梦影响的美吹们，总觉得美国人民生活的那叫一个滋润，连刷盘子都能走上人生巅峰呀。结果啊，赛博网友们亲自前来给你啪啪打脸。有网友就灵魂发问，听说美国的月收入大概是4000多$，一个美国妈妈就告诉了大家，她跟她的丈夫每个月靠$2500生活，房租要1300，光房租就得交1300，电费更是高的要命，每个月电费得290，生活是压力山大，简直令人发指。另一个网友说，月收入才$1800，房屋、电费、保险、车贷一个揽子结完账，最后剩下的钱还不到$100，大家就纷纷留言了，这日子怎么过呀？再说医疗，咱们普通人可能知道美国的医疗费用高，但真想不到它能有多高啊！一个赛博网友分享了他的血液检查账单，除了扣掉保险报销以外，他还得自费$230。妈呀！您想知道在中国一个普通血液检查多少钱吗？$8。而赛博网友对比起咱们的医疗费用时，那种天崩的心情可真是能溢出了屏幕。另外一个网友说，他叫过一回救护车，居然欠了$2800。有网友就开玩笑了，如果以后再有事，宁可打车也不叫救护车了呀。这医疗方面真的是无数美国网友进入到咱们小红书社区后最大的感慨，这东大的医疗怎么这么便宜了？难怪这么多美国人开始考虑移民东大。说到税收啊，那差距可就更大。你们中国的税收是怎么运作的？是按商品、按银行账户、按房产税来收吗？我们这里没有消费税，没有小费，商品标签上的价格就是最终价格，银行转账没有手续费，房产税也是0。So crazy！ 在美国的小费其实就是转移支付，15%以上才算是打赏，而且非得按照比例支付，不支付都不行。怕那笔豆，感觉不管干啥都有一堆隐形税。怎么中国的普通人连税收概念都没有？这也太神奇了，还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了。2025年1月19号这一天可不简单 ，TikTok 在美国的大考就要来了，它可是决定了 TikTok 是要卖身给美国，还是自立门户。面临关停美国站点的命运，咱们可以琢磨一下。TikTok 一旦被切断，用惯了 TikTok 的美国用户们一觉起来该有多懵逼，就好比咱们一觉起来发现抖音没了一样，这还刷什么？妈的，这不是政府良心发现帮大家戒网瘾吗？哎，听着好像有那么点道理啊，但实际上这个行为就像古代皇帝啊给罪臣们下的最后一道通牒，你就等着三今天杀头吧，有木有？因为这 TikTok 啊早就成了很大一群人的命根子了呀。不信咱们来看一看接下来的内容。本来美国政府的剧本是这么写的，如果 TikTok 没了以后，大家就只能去 Facebook、YouTuber Spot。哎，顺便提一嘴啊，最近扎克伯格可是老往海湖庄园跑，你们看这猫腻儿是不是就搁这儿等着呢？结果呢 ，TikTok 的同志们可不是吃素的呀。政府幻想着让大伙儿搬家去什么 Facebook 啥的啥，结果呢，大家本就是自由民主的化身，这怎么能忍？让你们戳眼睛、捏脖子、闹呢？所以啊 ，TikTok 的同志们那都是铁了心啊，一个个跟梁山好汉似的，硬上梁山，也不向强权低头。这不就有人发现了新大陆，发现了社会主义的好？没错，那就是东方龙国的小红书。所以大伙一股脑投入了社会主义的怀抱，硬当 TikTok 洋抖赛博难民，也不跟你强权政府玩了呀。说到这儿，如果家人们觉得 TikTok 的同志们反应有点激烈，有点过了，那么咱们再看看下边这个理由够不够充分。截至2025年 ，TikTok 在美国的用户量已经突破了1.7亿。要知道，美国总人口才3.3亿，这意味着几乎每2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人在使用 TikTok。特别是18至34岁年龄段的年轻用户群体
TikTok 的渗透率非常高，大家忙着在上面吃瓜、追剧、拍段子，刷到都手麻了。TikTok 早就成了年轻人社交跟娱乐的主要平台。再看看使用时长方面， TikTok 用户平均每天花费超过1个半小时的浏览内容。它不仅在社交、娱乐、信息传播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也成为了商业营销的重要阵地。它给创作者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无数人在上面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跟财富自由。从草根一跃成网红，那收入比咱们古代的状元郎还风光，实打实的带动了电商跟品牌推广的发展。TikTok 电商的日均 GMV 已经达到了1400万刀，月销售额突破了3.4亿刀。什么耐克呀、阿迪达斯呀等品牌大佬也在这捞到了丰厚的油水。所以说啊，如果美国政府强行关停了 TikTok， 非但影响了1.7亿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影响了 TikTok 中占比75%的高收入群体。要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夺人饭碗犹如杀人全家。那么现在大家再回味一下 TikTok 洋抖难民的行为还过不过分？笔者一梦空回望，数据如烟散四方，无名者何曾得志？红花长自五风扬，千条视频无人问，数十句泪洒千行。纵是才高身势壮，谁知流量困西方？为什么我们发了几百条作品都没有流量？那外国人随便发一条，怎么就那么多赞呢？这似乎是我们广大博主碰到的一个痛点。然而啊，非也。要知道洋抖难民为什么叫难民？他们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像我们要出去一样，面对的问题比较繁琐。但凡有这个能力的，都属于他们在那边比较优质的博主。就像咱们平时看好莱坞大片一样，每年国内都是精挑细选，只会引进屈指可数的几部优质影片，而美国烂片自然就被淘汰了。所以咱们只能看到别人好的一面。而在这里啊，大家碰到的也是同样的现象。第一批进来的肯定是有自信能火的优质博主，不信你看。所以啊，大家与其自卑自怜地躲在角落里舔伤口，不如主动出击，提升作品的质量，主动出击，寻找商机。说到商机，咱们来看看新世界的商机在哪里。俗话说啊，机会来了，挡也挡不住。赛博难民们开始涌入后，连小红书概念股都开始原地起飞了。那么这波泼天的富贵，你有没有那个福气销售呢？大招可是毫不吝啬来造福家人们的。这就给大家盘点一下洋抖赛博难民背后的商机。第一个，首先得提到入境游。自从中国开放了144国免签政策，外国朋友们纷纷来中国游玩。在 TikTok 上 China Travel 那个标签火得不行呀。大家都发现啊，原来中国比外媒报道的还要丰富多彩。北上广的朋友们，是时候好好利用短视频，成为外国游客的旅行向导，做入境游，带着他们去逛长城、品火锅，体验中国的热情跟美丽，顺便接个旅游团，挣点零花钱，何乐而不为呢？第二个啊，再来说一说社媒代运营，这一波海外红人也是大有可为啊。有些老外在 TikTok、Instagram 上秀着自己的中国旅行，这边却还不懂小红书、WeChat 怎么用呢？别担心啊，你可以当他们的社媒导师啊，教他们如何玩转这些平台，甚至代写些 AI 文案，为他们的自媒体做代运营。毕竟啊，咱们的中国早就开始在海外挣上 dollar 了，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帮助他们跨越文化沟壑，让中国的好东西走向世界。第三个啊，就是这文化出海，真的是时候了。李子柒火了，越南博主模仿他的视频也火了，你也可以考虑加入这股浪潮，给外国朋友们好好科普呀中国的博大精深，比如传统的手工艺品，什么非遗、古风饰品、文创产品，这些独具中国韵味的物件才是外国人真正喜欢的呀。而且短视频带上英文字幕，配合中国文化的小故事，流量层层的往上涨，赚它个盆满钵满。你可别低估了这波文化自信的力量。第四个就是采购跟跨境电商的机会。现在啊，小红书的海外流量已经如潮水般涌了，这平台简直就是测试产品的天然测试场。
你不需要再研究其他什么平台怎么操作，直接上手小红书用短视频向海外展示你的中国宝贝，效果立竿见影。第5个就是工厂出海，这可是个大趋势。所有的厂2代家人们，你们都听好了，都给我去布局海外社媒。以前咱们喊的是所有生意都值得在互联网上再做一遍，现在得改成所有的生意都值得用英文短视频出海再做一遍。第6就是那高客单价赛道，你知道吗？留学生跟海外华人群体那消费能力是极强的，你想想没钱你怎么出国，对吧？真是又快又爱分享。你可以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或者是留学规划咨询，这可是一个非常值得深耕的领域，生意真好到让你能半夜笑醒。第7，也就是最后咱们别忘了小红书全英直播这个新机会，只要你能用英语沟通，开个直播，直接面对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观众，流量绝对嘎嘎香的。想想跟老外交朋友，赚课时费，上小红书做个外教，带他们走进中国文化的大门，一对一教学，轻松拿捏又赚钱。家人们，要知道猪站在风口上都能飞所以趁着小红书这波泼天的流量，赶紧抓住机会，全军出击，干点大事吧。划重点所有的内容都值得用英文短视频出海再做一遍，加上了双语字幕，你的内容更具全球吸引力。大招说了2025年的第1个潮词中国间谍。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天天满世界祸害别人，就像什么棱镜门剑桥分析 Facebook 维基解密外交电报事件什么的。要知道他害人终害己那现在显然他也是被反噬了得了什么被害妄想症了。这赛博难民们一来那梗都玩得飞起了，什么 TikTok 难民、养岛难民，什么赛博难斗。这赛博难斗们还纷纷自嘲中国间谍。再想想董王的非法移民驱逐案，不由得替美国的润人们捏把汗中国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 TikTok 虽好，却也引来了不少的争议。这 TikTok 背后有熊猫政府的影子，要偷美国老百姓的秘密。嘿嘿，这话可就说大了。毕竟这数据那就跟古代的情报一样，掌握的多了，总能挖出点啥来。不过大家都是成年人，谁能没点小秘密？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也不动脑子想想，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容易就被偷走的秘密？比如你的各种社交密码，还不是得靠自己小心翼翼地记着？这手机它本身就是个通讯工具，跟咱古代的飞鸽传书差不多。你传你的情，我送我的信，哪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呢？再说了，要真偷秘密，那也得是棱镜门级别才行。你们知道一个可怕的事情吗？在巴以战争以来以色列在加沙的斑斑劣迹，种种暴行，甚至传出了屠城的种族灭绝行为，而咱们这些普通人对此却一无所知。没错，就是资本主义大佬们玩起了控制民意的把戏。他们通过像 TikTok 禁令这种做法，想要把你们的思想困得死死的，不让你们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只想让你知道他们想让你知道的事儿。就像叙利亚阿萨德倒台以后咱们看到的是上午街头欢声雷动，妇女们欢呼着自由跟民主的降临，结果呢，下午这些妇女就被迫裹头纱、裹小脚了。呸！重点是阿萨德政府的时候，大家还有1分钱的大饼吃。当百姓真正获得所谓的自由民主了，结果发现自己连饭都没得吃了。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普通人能看到的只有资本主义大佬们机关算尽以后展示给你的成果。从这点咱们可以看出来，以前把自由民主这个大饼画出来的人，其实就像火影中的无限阅读一开始是如此的美妙，大家都身处美梦之中，等你从梦中惊醒，不对，也可能你压根就醒不来的时候，才是自由民主的究极画像。关于这个大招会专门出一个专栏，就是地球上最大的树——无限阅读之美国梦。这个系列将会给大家讲讲在美国梦的出现到破裂幕后的那些事儿。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老友记。想当初那真金不怕火炼的伊拉克，那军事实力排名世界第3，在美国的面前也就撑了42天。
那叙利亚阿萨德的政权统治了54年，面对美国资助的一个小小的反政府武装，11天就亡国。就连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国家，都在美国的面前难逃亡国之危。而 TikTok， 它硬硬的在美国的政府打压下，从2020年8月扛到了现在，整整扛过了一个拜登总统。而且最终谁赢还不一定。你就说这 TikTok 有多强。这么说吧，要是把互联网比作江湖，那 TikTok 就是那位轻功绝顶、身法诡谲的侠客，而美国这位武林盟主就像是练了一身硬气功的大汉，本来以为自己力大无穷，能一拳打死一个小朋友，那结果呢 ？TikTok 轻轻一绕，4两拨千斤，打不着，反而借着这股风飞得更高，看得更远。讲真啊，做过博主的你都知道，每个平台的台情它都不一样。能够留在 TikTok 的同志们，可能也会在其他的平台一起发展。但是啊，显然这个平台更适合他们，从这里获取的流量更多，赚到的钱也就更多。所以啊，看似多个平台可供选择，那实际上呢，他们已经是被平台选择的存在。生活不易啊，刚刚稳定的他们又要重新面临被选择的悲惨命运。夺人饭碗如杀人全家，美国让这么多人失去了饭碗，也没有给出最终的解决方案，而是一味的谋着让这些韭菜去滋养他们的本土企业。大哥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当网友们一忽悠就瘸了？咱们提到过，TikTok 拥有1.7亿用户，意味着如果 TikTok 一倒，至少一半美国人的民意直接崩塌。按照刘皇叔所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TikTok 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短视频平台，它是民心的代表，是年轻人的心声，是社交的脉搏。如果让它被禁，那美国民众岂不是要站在那边大喊：咋回事？我的自由呢？我的民主呢？你们都去哪了？而更加暴露美国衰退症状的远非如此。堂堂世界第一美帝，那么多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管，而把举国之力举世之力放在一个小小的民企身上，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董王已经透露出考虑暂停执行 TikTok 禁令，所以最终还得看董王登基以后能否力挽狂澜，为 TikTok 续命。不过即便续命成功，小红书上的洋抖难民们可能已经在熊猫建立起新的生态，届时那必然也是美国这波操作的损失啊。那总结下来 ，TikTok 到底是不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呢？这就像老祖宗说的那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数字时代下，数据都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如果你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数据，一不小心被数据泄露坑，那就太不值了。TikTok 在美国可能要被禁了，但小红书这波翻盘绝对值得载入史册。美国那些政客估计也看懵，他们想压制言论，结果倒是让美国人直接跑到中国的社媒上言论，反而发现了这里更自由。显然美国人在小学没有学过大禹治水疏导法，严防死堵，只有违背人心，死路一条啊。TikTok 还有华为、大疆、什么石印等中国企业的遭遇，告诉了我们，中国企业出海时，国际局势跟地缘政治早就成为了无法绕过去的高墙。那不管是 TikTok 还是大疆、华为、石印，大家都在面对来自不同国家政策的挑战。那未来随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如何在这片复杂多变的江湖中立足，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有理走遍天下，想在国际舞台上打拼，合规经营，与当地的政府合作，与用户沟通，也只有这样才能博得自家大国在背后默默的站岗跟放哨。最后面对赛博难民潮，大招唯有以诗言志。旧梦浮云亦即事， TikTok 姓氏成其事。禁令如霜凉夜冷，杨斗难民何处寻？自此西风平作怨，红出新篇待君翻。社会变幻难料处，风云之上自无穷。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路，下期再见。